Hello, how's everyone going? 欢迎回到约翰尼的频道。很抱歉让大家久等呢，原本想说要一口气呢把访谈的上下2集一次剪出来，但最近身边发生了一些紧急的状况呢，我花了一点时间去帮忙，心情呢也受到了一点影响，而因此拖延了影片拍摄以及剪辑的进度，真的是非常的抱歉。抱歉，很感谢大家的耐心。我只能说呢，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会吃到的是酸甜还是苦。好了，今天就来把进度给补上吧。上集呢，主要谈到了转照流程和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但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呢，像是心理上面的建设啊，然后怎么去跟家人讲你的决定啊等等的这些问题。虽然呢，它跟转照流程本身呢是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我觉得它的重要性呢是不输给转照流程的。我相信呢，如果你在事情有思考过这些问题，对你的转照之路会有意想不到的帮助，可以帮助你少踩一些雷。那这支影片呢，就想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除了花时间跟花钱到澳洲去当 RN， 还有哪一些重要的 mega 需要考虑进去呢？首先，一开始我想要拜托大家认真的想一想，你想要到澳洲工作或者是到国外工作的动机到底有多强烈？国外的生活呢，听起来可能很梦幻，但其实在背后呢，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像是语言沟通上面的困难啊，文化造成的隔阂等等。想家，如果只是抱着好像还不错的心态，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然后就很容易打退堂鼓了。如果没有好好的准备，做好功课呢，是没有那么容易成功的。没有准备好就冲，很容易卡关，卡到你怀疑人生，很容易吃瘪。这样一来，不仅浪费了你宝贵的时间跟金钱，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惨，这真的是一个需要谨慎评估的决定。二来呢，一个不小心还可能会影响拖累到你的家人。虽然说看我们这些成功案例分享好像听起来很简单，但跟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熬夜念书考英文，努力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付出了超多努力跟牺牲才能走到今天的。这条路真的不是嘴巴说说就可以成功的。再跟大家重申一次，我并不是想要泼大家冷水，只是希望你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后，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不要傻傻的就冲了。这也是我拍这支影片的主要目的，想分享一些我的经验，让大家少踩一些雷，可以更顺利一点。OK， 那废话不多说，赶快让我们来看一下解析的访谈吧。这一期呢比较少硬资讯的分享，因为内容大部分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得出的建议，所以大家就把它当成是一个 podcast 来听听吧。Jessie 的 IG 上面有分享到，就是当初准备要开始申请澳洲 license 的时候，有遇到新冠疫情。那时候就是看国外就是新冠疫情爆发很严重啊，然后什么锁城，然后好像感染很多人，可能很多人去世了，心里就天人交战，就想说这样还要去国外这么危险的地方冒险吗？为什么到最后还是决定就是想要到国外闯一闯呢？当初想要去国外工作的原因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啊？以前在学校，大家只要听到去美国当 RN 啊，或是当督导主任，都是一件超屌超厉害的事。所以就是我就无脑，然后又热血想着，那我也要出国工作。但是回到现实啊，我其实也只是想要在就是介绍自己做什么的时候，不会被同情的说啊，护理师很辛苦哦。我想听到的是，就是你听到我是个护理师，然后你的反应是哇，我也想当护理师这样，并不是说要被羡慕啦，只是因为希望这一份职业的珍贵之处可以被看见，然后被尊重。未来的孩子们啊，在填志愿的时候可以感到向往，而不是逼不得已才填护理这样。期待台湾迎来这一天。对，我中间毕业，在临床磨练，然后就顺便存钱，然后中间的确是因为新冠疫情比较严重，就有听说医护量能崩溃啊，或是经济治安大受影响。我的确有打消念头哦。不过后来再重新计划出国这件事是在疫情过后，就有一次在跟主管面谈的时候，就是聊到了未来的规划，他就是点醒我了一句话，他就直接问说你不出国你会不会有遗憾？所以我就冲啊，就冲了。我真的觉得你有一个好的主管，超级对啊，为什么他没有让你出国的梦就这样没了？像我之前的经验的话，我就是跟很多主管都讲过啊，甚至在我第2间医院的时候，我跟一个主管讲，他就说你这样可行吗？对啊，你办得到吗？谈完之后我就觉得他好像就是看衰我这样。对，我觉得蛮庆幸。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在那个单位待8年，因为我觉得我有遇到一个好的主管。当然对别人来说我不知道他的是怎么样的为人，但是对我而言他能够看见我想要的，然后也尊重我的选择，那就是真的很放手啊，让彼此都好过。很棒的一个主管。接下来想要问啊，就是
你当初开始准备 RN 的时候啊，你的家人知情吗？家人知道你的看法之后，你的决定之后，对于你的行动有支持还是不支持吗？其实我仔细回想，并没有任何冲突因为我就说我不干了，我要去澳洲，然后大家也就只是说你要去反应蛮平淡的，就像我只是要去巷口买饭一样，没有任何差别待遇，也没有说我要离开家就对我好一点。当然也会偶尔呛我说我什么都不会，我去澳洲会饿死，但他们转身还是天天煮饭给我吃啊，还是很照顾我这样。我觉得我家就是一向都尊重彼此是独立的个体，随便你要干嘛。不过我确实是有瞒着主管跟同事一直到我离职啦，因为个人的生涯规划还是在职场上不好大肆宣扬。有时候你先讲在前面的，结果后来没办到，也是蛮尴尬的这样。对啊，对。你说他们没有太大的反应，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待遇。我也想问，就是你当初是常常把我要离职了，我要走，我不干了这种事情挂在嘴边吗？就是他们听习惯了，你知道吗？他们听习惯就是说你又来了。我知道你意思。对，不是，我是说到做到的人。我到离职之前，我都没有跟别人说我要离职，我就是说我要去了，但是我不会一直挂在嘴边。OK，了解，好，那就可以排除那方面。对，你的家人也是蛮不错的，对。就放生我啊，这是放生的意思。算是放生吗？这点的话，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会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出国当 RN 的话，你都是要放弃很多东西的，所以有点像是要先破坏再建设这种感觉。那这种东西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都是没有经验的。一般人对于陌生的东西本来就是会感到害怕，尤其是对于家长们，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们就觉得这个是有风险性的行为，你为什么要去这样做？然后就可能会有点不支持这样。拿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就是我本身是在台南出生长大，念书都在台南，然后我的爸妈乃至于我的阿公阿嬷，全部都是在台南土生土长的。所以他们的思想就难免因为他们的经历而有所受限制了，对，所以就偏传统一点。对。所以我当初在跟我爸妈提我要出国工作的时候呢，我妈甚至还哭了。对，就是真的就是在我面前舍不得啊。对，然后我觉得很庆幸的是，那个时候就是有做的 PowerPoint， 然后去跟他们分析到底是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多东西，一定是有原因的嘛。所以我就做 PowerPoint 跟他们分享。那分析的内容就跟我之前做的影片一样，就是分析台湾的护理师就是薪资涨很慢啊，然后之后改善的前景啊什么的跟他们讲。那讲一讲之后，他们就变得比较可以接受。那到现在变成是支持我的这样，所以我觉得有好好的跟家人去谈这一块，然后得到他们的理解、谅解，这个是对于你在准备 RN 会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也非常同意，毕竟所有的事情就是要好好沟通，没错。对。应考期间压力很大，对，那爸妈都自己给的。像我那时候准备的时候压力也很大，搞得很颓废，这样，那爸妈看了就很不甘啊，然后就是觉得你失败也没关系嘛，你就是留在台湾，我们就可以照顾你不要这么辛苦这样。那我想问，就是当初准备的过程啊 ，Jessie， 你觉得压力很大，那你觉得有办法再承受一次吗？如果可以再来的话，你会再选择一样这样的路吗？那你觉得家人们可以给你什么样的协助？我当然现在回顾过去，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上帝视角的状况看，当然是辛苦。但是我当下其实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路哪有不辛苦的，谁不辛苦啊？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了。总之呢，我认为我每个当下做的决定都是我当时的我所能做出的最好决定了。所以即便当时觉得痛苦，或是我现在回头看我知道痛苦，那我依然还是会这么做。那我觉得我蛮庆幸的是，相较于那些有家庭啊或是要育儿的人，我确实是没有那些后顾之忧啦。家人也会体谅我主动去分担家务啊，比方说张罗三餐啊或是洗衣服之类的，也会就是约我外出旅行散散心。而且重要的是他们从不质疑我正在做的事，那都相信我一定会过。所以我觉得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细节，其实都是很棒的支持啊，都给我很大的力量。所以如果你家有一个水深火热的备考生，你就是照这么做准没错。可能有一些人还甚至有小孩，有的家庭就是压力更大，背负了整个家庭的压力。像我们这些是比较幸运的，不过就像 Jessie 讲的，照顾好他的三餐啊，干嘛的，让他不要去担心一些其他的事情，可以让他准备考试，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支持。如果你现在可以给当初一边大哭一边走完大安森林的你伸出一个援手，你会怎么帮？或者是你会给当初正在哭泣的你一段话，你会给什么话，或者是一段建议？有想过吗？建议吗？我的确是事后回头看那样的自己，所以我才开设这个 IG 账号。毕竟我不是想要经营社群软体的人，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无助很大的原因来自于我真的没有谁可以问我周遭
只有我一个要去澳洲我没有谁考过什么 OSCE 或是其他转照上面的知识可以分享给我，也有可能是我没有去找到那个社群或是社团但是现在随着要换照跟考试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当时候是头几批，就是 OBA Pathway 的前几批，所以资讯真的非常少。相较于像印度或是菲律宾人的护理师，他们好像社团跟团结的力量比台湾还要大吧？我觉得，就是他们很多 FB 的社团几乎都是他们菲律宾或是印度国籍的人开的，台湾就真的很少。所以我觉得那就是我为什么会创这个账号的原因。但是我也不是一个大肆宣扬的人啦，就是我就把我尽我所知的东西分享在上面，然后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去看，也就是成为我当初需要的那个人。就是这样。想不到我居然问到了重点的那个原因。对啊，好赤裸哦。我没想到不过我就想到，就是当时候你那种绝望的心情，到底要怎么样帮助？原来你已经有开始要实践去帮助当初那样的自己，我就觉得很棒，很厉害。所以现在是在等189的签证下签，那接下来你会到澳洲再找工作吗？还是你现在就开始找了？那有考虑过到偏远地区工作，或者是找雇主担保这样？我目前的计划就是等签证下来才会前往澳洲，我不急着要去偏远地区或是雇主担保，然后也没有特别想要的科别，因为我想说就让自己开放的心尝试各种护理工作吧，毕竟有人要我就要偷笑了，因为我就是一个刚抵达澳洲的小白，所以不急啦，就是尝试居多。那我也想要就是听听看 Johnny 对于这些刚抵澳的小白们，第一份工作可以往哪方面尝试呢？我觉得我跟 Jessie 的想法也是差不多毕竟你刚来嘛，你人生地不熟。第二是你在申请工作的时候，你没有当地的经验，其实算是比较没有优势的。一开始的话，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第二方面是我对自己英文也不是非常有自信，所以我是先从 agency nurse 开始当。那 agency nurse 他就派你到各个地方嘛，像我之前影片讲的，你被派到每个地方去，那他们对于你的期待并不会太高，你可以帮他们完成大部分的事情，他们就很感谢你了。期望不高的话，自然就不会对你太多的失望。那时候就抱着这样的心情，然后就是去，然后就一边磨练自己的在地经验，然后一边就是练自己的英文。后来就比较驾轻就熟，之后就到了我现在的长照中心上班。那时候已经是比较稍微熟练的，再加上我之前在台湾有经验，你只要习惯了当地的做事风格之后呢，你基本上就会有一个自信出来。那你有自信出来之后，就被我的 care manager 看到，他们就说，你好像不错啊，效率也蛮好的，想不想要留下来啊？就直接给我们这边的履历啊，是干嘛的？我们就可以马上应征你，就可以马上录用你这样。他们就是私底下跟我谈，然后再去走正式的流程，这样也是很庆幸啊，就是有遇到还不错的 care manager，因为那时候其实去了几间长照中心，有几间都有问我想不想留下来。可是每一个 facility 它都有不一样的文化，然后做事风格也都不一样。有些去过了，你就觉得这边的风格实在是不太行，你在这边做会很累。对，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去了很多地方，那稍微比较之后才发现，我现在这个地方算是比较人性化的，那我又可以选择，所以我就选择在这个地方留了下来。所以就跟你直接忙着去投履历，或者是去那个 Seek 啊，或者是 LinkedIn， 然后有人直接来找你，我觉得这算是比较保险的一个做法，因为你起码可以知道这边的做事风格是怎么样的，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对，那 LinkedIn 啊 Seek 啊，或者是你自己去投履历，你都完全不知道里面的情形是怎么样。那你如果跟他们 sign 了 contract 之后，发现不好，你可能就要离职，再去其他地方。所以我觉得 agency nurse 虽然说它并不是一个很有保障的职位，可是相对的也可以给你一些好处，就是你可以去很多地方，然后去选择。那你只要够好，我觉得机会都会找到你的。这样，这是我的经验。那除了医院啊，或诊所，或是你说的长照中心、养老院之类的，你还有就是想要尝试其他的护理领域吗？其实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来澳洲之前呢，我都觉得我是一个急重症的人，要去急诊嘛，然后去外科交病嘛，我觉得我就是很快。非常的快，然后就是静不下来的那种人。我不晓得台湾的长照环境是怎么样，我没有去台湾的长照中心待过。可是我到了这边之后呢，我发现它并不是就是所谓的慢，而是比较深入了解一个人，了解这个人的 past history 啊，然后他的生活模式、他的习惯、他的偏好，然后去制定一个护理计划。我觉得这真的是以前上课讲的，就说你要真的去全人 care， 就是你要去了解一整个人，然后制定一个对他最好的护理计划。这是我到澳洲长照中心之后才真正开始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把护理的独立性给体现出来，不像自己在急诊就是大部分就是白欧的做事嘛。虽然说你有一些护理评估，可是你护理评估之后，一样就是上报给他们，那你不能马上去做处置嘛。对啊，就是护理的价值有发挥出来，那你相对的自己也很有成就感，然后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循环啊，你会甘愿的
付出，然后做在你热爱的这个工作里面，就不像台湾这样。没错。不过我必须得说肠道中心跟其他单位比较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像如果你今天在儿科，你看的是一个小朋友，他可能生病了，或者是那个刚出生的小朋友，然后慢慢成长茁壮，所以他们是有一个 improvement 的。可是，在肠道中心呢，大部分呢是不会有 improvement， 它就是走向低潮。对，那所以在之前呢，就是有污名化，就是大家都很不想要进那个养护中心、养老院啊，都觉得算是一个人生的终点、坟墓的这种想法。那直到最近就是可能观念有比较改善一点的，不过我觉得会有那样的想法也是很合情合理的，毕竟你的人年纪到了，你的身体机能就是慢慢下降嘛。对啊，要接受。那他们也会意识到自己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就会越来越 depressed。我觉得另外一点是我的个性就是比较开朗一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我自己开朗的一面传染给这些居民们，我就觉得也蛮开心的。看到我就是也很开心，我看到他们开心，我自己也很开心。我觉得真的是蛮有成就感的一个工作地点的。当初也是没有想到会踏进这块。真的哎，因为同为急护科人，我也是对于你踏入肠道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佩服也好奇。而且我有看到你分享你跟 Beryl 的故事，我也超感动哎，我一直哭。对啊 ，Beryl 实在是很照顾我的一个奶奶，对啊，跟她一起没错相处过很久，对啊，很开心，很开心，就是 Beryl 跟我的故事有被记住，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对啊。OK， 那讲到这边呢，就想要补充另外一点，会选择肠道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不用去轮大夜班。在澳洲，多数的医疗院所呢，基层的护理师呢，都是有规定3班的时数。简单来说，就是要轮花花班。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呢，就觉得时常日夜颠倒的，对身体呢是很吃不消的。这样，当然了，每个人在每个人生阶段呢，都有不同的目标。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呢，重要的就是生活品质。正因为我之前待过了急重症单位，意识到了人生的无常，到后来进入了肠道领域，意识到了时间的珍贵呢，所以我现在就是很想要好好的把握当下。赚钱呢，就是为了未来和现在的自己嘛。年轻时候为了将来的自己做打算是非常的 OK， 很合理。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过分的牺牲了现在的生活，为了遥远的未来做打算呢，那就太不划算了。人生苦短啊，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当下，拿人生最精华的时间去换取太遥远的未来，就是一个明智之举。之后的未来职涯嘛，我觉得第一个是我的年资还没有达到最顶，所以薪资还是可以往上成长的，所以你就会觉得，既然还可以成长，你就可以再待嘛。第二个是我觉得上班的气氛很重要，不管在什么地方，上班的气氛都很重要。那当初我会选择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这边的上班气氛。那我觉得这个比起上班的福利啊什么的，是更不可多得的。所以我会觉得要好好珍惜。以后就算有想要去其他领域发展的话，可能也不会离职，就会把这边的班别用的比较少，然后去兼另外一个职。这样兼职在澳洲也是蛮常见的，对啊。所以觉得目前没有打算要离开这个地方。好的，那最后就来到我们今天的结尾了。最后就想要问 Jessie， 从一开始在 IG 分享就是备考 NCLEX、OSCE 啊种种的旅程啊，到现在有没有遇过很多网友询问的经验？我觉得一定是有。所以呢，我接下来就想要问，有没有遇过一些人那私讯，然后劈头第一句就问啊，我适不适合移民澳洲啊？我该怎么准备台湾护理师转成澳洲执照？这些过程是怎么样啊？你觉得我要开始怎么准备啊？点点点，很多的问题，然后非常宽广的一个问题，或者一看就知道是你可能没有看过我 IG 分享，或者是连阿爸的网站都没有上过，都没有做好功课的这些网友的经验。所以呢，在这边我就想要建议呢，就是希望大家用 Jessie IG 里面有提到的 eSpa， 因为在澳洲这边的话 eSpa 的交班也是非常的普遍。那我觉得你今天要问问题，那你不如能用 eSpa 的方式，然后来给我们介绍你现在的问题，然后你想要从我们的经验得到什么样的协助，用这个方式来询问的话，你不仅可以练习到 eSpa 的使用方式，你也可以让我们各自节省到很大的时间。我不晓得 Jessie 对于这方面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觉得你提出这个方法很聪明耶，我之前都没有想过，就是 eSpa 要应用在生活上，因为太特别了啦。反正我觉得大家要是没有方向性的提问，就算我们想帮你，我们也无从下手啊。所以可以不用严谨到用 eSpa 就是列出每一条，但至少你心里要有方向。那这样我们比较好做回答，因为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那的确是，如果想要了解就是换照之路的细节，或者是想要询问 OSCE 的资讯，比方说有没有推荐的补习班或者私教，或者想要找陪练，都是可以来就是 IG 私讯我聊聊。那台湾想走换照的人的确越来越多，然后 OSCE 确实是一道难关。我自己的话，
蛮想要鼓励大家的，就是没有哪一个方式才是正确又完美的啦，因为每个人的背景、风险承担能力、追求的目标都不一样。重要的就是你愿意迈开步伐前进，然后去相信人生不会有白走的路。不管是你想要留在台湾换照，拿完签证再去澳洲，或是你选择去念书，先飞去澳洲短期居住或打工度假，或是你就是想要体验当地的生活，增进英文能力，或是累积人脉，没有哪一个比较好或比较不好啦，就是大家就是看自己的背景去分析，要在足够了解自己的前提下做出决定，这才是成熟的大人。没错，感谢。OK， 感谢有看影片到现在的各位。如果大家觉得我统整并收集的资料呢，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不要吝啬，给我一个赞，订阅我的频道。那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疑问的话呢，我和 Jessie 都很乐意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为大家解答。大家也可以去加 Jessie 的 Instagram， 里面呢就有比较详细的 OBA 转照经验分享。那或者也可以私讯我，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有什么想要知道的主题。我在工作之余呢，就可以去找资料，然后来跟大家做分享。OK， 以上呢就是这次影片的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支持，我是约翰尼，我们下次见。